虽然关键时刻，辉达的台湾总部确定落脚了 T17、T18，而今天黄仁勋在 GTC 的演讲里面，你看到这个画面，他竟然是用这个台湾的总部做开场。这两件事情，这个时间点非常的妙。为什么？因为明天就是川习会，在川习会的时候，我们之前才跟大家讨论过，会讨论4大的议题，包括了大豆、稀土还有酚酞锂。最后一个问题，台湾问题至关重要。而今天大家会想问的是，那在川习会的时候，川普会不会把台湾当成筹码呢？没有想到今天川普被问到这问题的时候，他直接讲非常直白。没什么好谈的，台湾就是台湾。我再说一次，没什么好谈的，台湾就是台湾。你可以对照，在这一次为什么他会这么重视台湾？在这次黄仁勋的演讲当中，除了拿台湾的总部当开场之外，他还说了一句话，让美国再次伟大。怎么样的伟大法呢？我们才知道，原来黄仁勋跟军工产业、跟美国的军工产业，甚至跟美国的核能高度的结合。在高度的结合之下，他说了一句大白话：这一些全部都要靠台湾。所以你看到 T17、T18的落地，可以证明一件事情：台湾就是美国的重要利益。所以世忠，明天川习会，大家都想说台湾问题一定会谈，到底应该怎么谈？不知道。结果今天川普被问到的时候，我刚刚念的这一句，我听到我都傻眼。这是第一次川普讲的这么的白，对，没什么好谈的。台湾就是台湾，对，没错。事实上，明天早上呢，这个川普要跟这个习近平两个要见面，在见面的时候呢，事实上重要议题，我就讲，刚才你提到了大豆啦、酚酞锂啦，还有其他的议题，稀土大概都已经谈妥了。但是我也有一个来说啊，是可能两个人会有意见，那就是台湾。所以你看这几天呢，很多台湾人就很担心说，我们会不会被这个美国出卖啊？美国为了要跟中国达成这个协议的时候，台湾会不会摆上这个谈判桌？好，这个问题来说的话，赵恒啊，全世界的记者也很在意川普怎么回答。那你要川普呢？他这是什么时候呢？他离开了日本，离开了这个高市早苗的热情接待之后，要到韩国去的这个飞机上面来说，就有人问他这个问题，说：你们会不会谈到什么台湾的问题啊？然后他就说什么？我们用原文来说 ，I don't know that we will even speak about 台湾。我不知道我们会不会谈到台湾的问题。I'm not sure， 我不确定。那我的意思 ，I mean， 我的意思是谁 ？He may want to ask about it。He 指的是习近平，他或许会想要问我这个问题啊，但是他说嘛 ，Let's not that much to ask about it， 没什么好讲，没什么好谈的，没什么好问的啦。Taiwan is Taiwan， 台湾都是台湾啦。好，那这是下一句，照你知道下一句原本还会有一句是什么呢 ？Taiwan is Taiwan。China is China， 就是中国是中国，台湾是台湾，根本不干你屁事，就是言下就是这个意思。对，没什么好问的，一定会讲出来吗？当然，他言下就是这个意思啊。Taiwan is Taiwan，China is China， 就是这你没被什么好好讲，你别讲，我没被喊你讲这就对了啦，意思是这个意思啦。所以他讲了再明确也不过了。好，那为什么他会这样讲呢？照很简单，你只要从今天早上这个黄仁勋呢，他在华盛顿召开的 GTC 大会里面，满满的台湾元素啊，他几乎是把台湾呢跟未来美国的 AI 完全绑在一起啊。对，你看这是什么画面？这是开场，这不是我们台湾的总部的样子吗？这是未来的总部。所以你看他在开场的时候，最后的3分钟的这个他最后这个降落之后，黄仁勋走出来，开始了这一次他在 GTC 大会里面的所有演讲。所以告诉你什么？你看。GTC 大会演讲之后呢，照我讲，今天中午马上就宣布，辉达的总部要降落在 T17、T18， 也就是说，这个对这个所谓的这个辉达来说太过重要了。好，那还有另外一件事，你知道今天黄仁勋在里面讲什么？他说，川普总统对我第一个要求就是要把制造业带回来。把制造业带回来非常重要，因为对国家安全非常重要。虽然他说9个月之后，我们现在已经在亚利桑那州全力量产 Blackwell 晶片了，然后还有这一张照片，对不对？赵，你知道吗？今天川普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呢，黄仁勋在前几个礼拜已经有把 Blackwell 带到白宫给我看了。我已经看过这个晶片，他可能也会留给这个 Blackwell， 会留给川普，所以搞不好我们过一阵子可以看到川普在秀这个 Blackwell 的晶片了。所以就说这什么意思？这都是谁在做的？这是谁做的？台湾做的。对，台湾做的。所以我才跟你说，为什么川普说 Taiwan is Taiwan，China is China， 因为他知道。台湾现在跟美国的 AI 完全绑在一起，是已经深不可破。黄仁勋跟他讲的道理，他相信他已经非常明白了。所以这也难怪今天所有的 AI 东西只有台湾可以做，也难怪一开始在演讲的时候，
竟然是用台湾来做来开场的。对，没错。我们看这个画面，这个画面就是什么？这个画面就是他一开始开场有3分钟的影片，对，3分钟影片播到最后的时候，就是这个星舰降落在地上之后，然后黄仁勋他就从这边走出来了。所以呢，这整个意思就是，你看，这就是最重要的重点嘛。降落，它降落在哪里？台湾，降落在台湾，然后黄仁勋出来。黄仁勋是谁？黄仁勋是 AI 产业整个这个大帝王、大地主的一个状况。所以这就告诉你，这是有非常有仪式感。他告诉你这样一件事。好，那我们刚才讲，为什么我就讲，如果你去看这一次的 G7大会，还有这整个这个所谓的整个这个他拍的3分钟影片里面，我跟他讲，满满的 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 的元素。好，你看啊，这是第一个。你看他在这个展示影片剪的川普在这边，然后川普在那边说什么啊？这场竞赛的胜利将会对我们能力的一场考验，前所未见。自太空时代、黎明时代，还特别剪了川普出来讲话，因为这次也在 GDC 也在华盛顿特区，所以他当然要拍川普的马屁啊。然后又说什么？他说这个，然后旁白就说什么 ？NVIDIA GPU 是在美国发明的，就像电力跟网络一样，他就讲这样。然后包括说里面剪了这个 XAI 的这个照片啊，然后剪了 SpaceX 的照片啊，就说我们未来要迈向新的 AI 的这个纪元。他现在还要跟美国的这个国防工业绑在一起。他今天说什么？他说我要跟这个 Palantir 两个要互相合作。这个 Palantir 用我辉达的技术来说话。那我们知道 Palantir 是什么公司？知道 Palantir 是国防的，它有很多情报，然后很多这种国防工业都在这边。然后他们要跟辉达来合作，要导入辉达的 AI。没错。那黄仁勋说什么？让我们能够为政府、国家安全，还有全球企业处理数据以光速而且极大规模的运作这样一个状况。所以 Palantir 跟黄仁勋现在变成是深度捆绑。那未来 Palantir 在美军的所有的资讯库里面用的是谁的东西？辉达的东西。好，那我们看还有除了这个之外，他还说什么呢？他说我们未来要跟美国国防部打造还有美国的能源部打造数座所谓超级电脑。它里面讲到几个合作的伙伴，里面来说他说有2台呢。在洛斯阿拉莫斯的实验室哦，我们洛斯阿拉莫斯是什么实验室？赵尔，你记得吗？就是之前曼哈顿计划所在地，就是研发原子弹的，就是这个，是美国最高深的洛斯阿拉莫斯的研究室的。他们要跟他合作，这里面有非常多美国的机密工业在这边。然后他说，我有2台超级电脑，一台叫做 Mission。然后这个是用于什么？执行机密应用。这个机密应用当然用的就是可能是有一些什么我们不知道的神秘武器。然后预计2027年要投入运作。另外一台是 Vision 是用于非机密的 AI 还有开放的科学研究。那他就说这2台电脑要做什么？我们说 Mission 这个电脑是说为国家核安管理局设计。对。所以简单的说，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过去核子弹都要实爆嘛，对，你实爆才知道它的影响。他说我们在不用实地的这个进行核爆的这个过程之下，确保美国核武库不但安全可靠，而且能够成功的发挥效果。预计2027年上线。是，所以这台超级电脑是要来帮他算核弹的东西的。对，没错。你甚至不用去核爆，我就帮你算出来了。对，你等于是在帮美国的核弹、核武再更加强。对啊，所以这一台叫做 Mission 嘛 ，Mission 就是这个意思嘛，哈。所以大家知道，那我就跟你讲，现在美国的国安是不是已经跟辉达绑在一起？对，你要靠你打造出这些机器来，还有 Palantir，美军用的软体很多都是靠你嘛，对。所以它跟美国很多工业完全绑在一起，所以我才说嘛，这个黄仁勋目前为止来太重要。好，我就讲。我们讲这个川普来开，其实才刚抵达庆州，你看刚抵达庆州哦，然后在这个 APEC 的这个高峰会讲了50分钟哦，就赵尔，你知道他什么意思吗？讲到一半的时候，他就说什么？因为他讲到这个半导体，他就讲说，Jason 在吗 ？Jason 在吗？黄仁勋在吗？对，Jason 在吗？然后 Jason 当然已经来了哈，然后又说什么？然后他后来2度提及台湾在这个还有台积电在美国大投资，他说这是真实的数据哦。他说现在投资1000亿美金，有大量来自台湾的企业在美国建厂。我认为2年之内我们就会有掌握到40%到50%的晶片市场。照我跟你讲，这个 Braille 这个晶片在美国真的生产吗？事实上没有错。他在那边投片完成，但是他还要送回台湾因为他没有先进封装。对，先进封装之后呢，然后再回来台湾，回来这个封装完之后再回来美国。可是今天黄仁勋说了一件事，他说什么？他说接下来他自己说他说的哦，他说台积电会把先进封装到美国去设厂。那完成什么？
完成全部都是在美国生产，这个对川普来讲何等开心啊！开心要死。所以他今天为什么突然讲到这个？他知道嘛，他就知道，OK， 那我们未来所有的晶片都可以这个在美国生产的一个状况。然后今天这个所谓的黄仁勋还拍川普马屁，他说，川普总统要我的第一件事就把制造业做回来，所以因为我们要工作机会，也要这一部分的经济，所以9个月之后，我们现在已经在亚利桑那州全力生产 Blackwell， 所以呢，他又把这个捧了这个川普一顿。所以我跟你讲，现在我只能说，全世界最重要的公司辉达，对，你知道吗？就在今天晚上，我们或许会见证到人类第一个公司市值突破5兆美金，就是辉达。对，因为它现在已经来到4.7兆、8兆左右的数字，它搞不好突破5兆。5兆是何等夸张数字？新台币150兆。所以这样重量的一家公司，为什么我们之前一直在讲说你这个？如果蒋万安你没办法把这个辉达留在台北的话，你就是不及格嘛。后来没多久，蒋万安就说 OK， 他说我们早上跟辉达视讯的时候就开始在 T17、T18会完成这个相关的这个总部的设置，然后赶快都更计划什么的，我们都尽快完成，然后跟新售解约都尽快完成好。然后我跟他讲，台北市政府在中午的表达，为什么他会表达？因为呢，事实上黄仁勋在 GTC 大会之后，也就在今天的早上的时候呢，他说什么？辉达的台湾办公室已经不够大了，因为他们有大量的工程师。我们目前为止在这个南港的话，大概有1000多名到2000名左右。他们因此不得不决定要在那里盖一栋大楼。然后就说为什么？他说辉达正与这个鸿海合作，那要打算在台湾打造人工智慧的工厂。那台湾需要大量的 AI 工厂，每个国家都需要。台湾在这方面具有前瞻性的思考。所以呢，为什么今天还有另外一家公司也很重要，鸿海今天股价也创了这个波段的新高，因为他直接点名了鸿海，他点名鸿海，辉达正在跟鸿海合作。对啊，那鸿海就说没有错，我们现在跟他合作。你看，我们现在要怎样？我们现在准备要再投资420亿，然后我们要做所谓 AI 工厂的这个部分哈。那就这样，就是数位孪生工厂的一个状况。好，那我跟他讲，为什么这很有意思呢？你知道这一次的 GTC 大会来说的话，台湾的所有企业主只有一个人受邀，那个人叫谁？就是鸿海的刘扬伟。刘扬伟到那边讲了很多啊。他讲了我们要跟这个辉达合作啊，然后还有人他还要跟辉达合作什么？合作这个所谓的自动驾驶，对 ，Robotaxi， 他跟 Uber 还有这个 Stellantis 要跟鸿海互相合作，所以鸿海是个重要的公司。好，那为什么很重要？我跟他讲，现在整个这个未来这个所谓的辉达这次不是要在台湾做所谓数位孪生工厂吗？就是这样一个概念。你看，我跟他讲，这个就是数位孪生工厂，就是你有一个原本的真实的工厂，但是我帮你建一个模拟的工厂。那模拟工厂建出来的时候，这是一个伺服器工厂这样一个概念。好，对。那我跟你讲，这为什么呢？这是用 AI 的方式，AI 方式帮你设计你这个空间要怎么？这个完全都是 AI 帮你设计，所以就跟画面中一样，对，它会帮你设计好，对，这个工厂会长什么样子啊？你如果已经有这个工厂，我可以透过这个数位孪生帮你更加化。对，那如果你没有这个工厂，我也可以帮你模拟出来。你看，这个可以模拟你这个设备要怎么摆放，怎么摆放那些设备，然后这些什么设备要怎么摆放，我都帮你设计好。你看这个整个工厂里面，这个机柜、机台要怎么放，我都帮你设计好。这很细耶。对，没有错。好，那设计好之后呢，然后就 AI 开始侦测嘛。AI 开始侦测，假设这是伺服器，这个 AI 资料工厂，我就跟你说，你哪一台可能这个有问题。你看它会用颜色区分给你，绿色就是没有问题，那红色就会有问题。那我只要去看那一台红色的就好了，就 OK。然后 OK， 你看红色我就要留意，那如果绿色就没关系，我就这样去看。那你看它还会记录什么？有这个因为我们知道有些时候会有这种所谓送货机器人。送货机器人来说，这边走来走去，对不对？那如果假设遇到人的时候呢，他就会说，我们原本是很快速的前进，但是碰到假设张兆尔走在前面的时候，我在这边挡住了，我就停住，我就会减慢速度，这样。所以呢，他就是用这样。那在整个工厂里面，我要搬运东西就更加方便。你看他走进这个区域的时候，这台整个搬货车它就停止。所以是这种，它是完全把动线都规划好。是。结果如果你人进来，它马上有警示，对，都安排的妥妥当当的。没错。好，那你看，比如说，包括说，它会训练你要组装的时候呢，我就直接标示给你说，你这要怎么做。我跟你讲啦，你现在这个红线这个地方出来，它标示给你就在这个地方，然后你要怎么去做，然后下一步是什么。所以以后呢，我跟你讲，以后是变成什么？我可能只要戴上一个眼镜，或者戴上一个什么，我怎么组装的时候，我就可以知道怎么组装，因为你就会直接跟我讲要怎么组装，就这样。所以手把手的教你，所以以后也不要什么工程师教那个地方。这么厉害？对，你看他就跟你讲啊，手把手教你，连那个线要怎么样穿，你要插在哪里，你根本不用什么太专业，我就照你。他有一个绿色的点出来，你就是往那个去组装就对了。他就直接跟你讲。
所以这就是所谓的数位孪生工厂的一个概念，这可以大量的节省人。所以我们最近不是看到亚马逊说，哎呀，我未来的功能可以大幅减少，真的是这样子啊。好，那我们讲这就是这个辉达所设计出来一个数位孪生工厂，他说这叫鸿海要台湾帮忙。好，那我们讲今天其实在整个影片里面，我觉得也非常有意思。他的影片里面来说，如果你仔细去看，他居然出现了这一幕。王建民，台湾之光，王建民，对，2007年的这个苹果手机，那为什么他要秀这个呢？他主要秀台湾之光，因为台湾真的是世界的核心。为什么？他讲得非常清楚。他在整个这个 GTC 大会里面来说，或是影片里面来说，你看，他说我们拿了这个 Blackwell 的晶片，那 Blackwell 的晶片来说的话，就是这一次他展出了最重要的一个晶片，但是他说。这个 Blackwell 晶片，他还有一个影片。他说这个 Blackwell 晶片怎么生产呢？他说你看，在这个亚利桑那州，然后它死于一块空白的细片，然后数百个这个晶片随着这个紫光科技来这样的步骤。你看，他还说什么 Blackwell Die Wafer TSMC， 对，把台积电标出来，在影片里面有出现台积电。然后紧接下来开始做，他就说开始会做什么 Blackwell 晶片呢？要经过什么组装在这个电路板上面啊，然后开始要这个做所谓通讯的产品要把它弄上去啊，还有什么网络产品要弄上去啊，把它弄上去，还有什么铜线什么组装。那你看这所有组装都是 Foxconn， 就是富士康，都是鸿海。对，那你看2家公司，台积电、鸿海，然后后来要这个做成最后的时候，你看这个。把它组装起来，因为这里面来说，鸿海的工人要组装这些零组件，这个要需要什么？造成120万个零件，然后2公尺的长的这个所谓铜线、铜缆，然后130兆颗的这个电晶体，那重量接近2吨，都要靠就这样一技术人员把这么多东西装起来。这就是他这次展示的 NVL 72 G300。好，那你看这个公司是什么 ？Foxconn。所以你看他的影片里面来说，他只有讲了2家公司，一个叫做 TSMC， 另外一家叫做 Foxconn。所以这告诉你什么？告诉你就是台湾是何等重要，连 Blackwell 都说，如果我们要拓展到全世界的时候，就是要靠这些东西。所以呢，你看，所以我才跟你说，台湾始终是美国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利益。所以今天他才会说，台湾 is Taiwan。我觉得这没有什么，习近平要问我这个问题，没有什么好谈的，这就是他对台湾目前的态度。季平，我们刚刚提到，现在黄仁勋他的辉达等于绑定了美国的军工，绑国美国的核武，这代表什么 ？AI 现在是美国真的是要拼。我们都知道 AI 它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电。结果你现在看到美国真的是为了电无所不用其极，各种的发电厂，尤其是核能厂，我就给你盖下去，就给你摧毁了。我们看到黄仁勋在之前美国华府举行的这个 GTC 的大会上，他就有透露说，他现在跟这个美国的能源部，辉达正在跟美国能源部谈合作，合作什么呢？准备帮这个美国的能源部盖7个 AI 超级电脑。超级电脑，你想想看 ，AI 超级电脑加上有强大的这个算力啊，这些系统和这个数据中心啊。它需要的是很大的这个电力，所以他有提到说，美国这个能源部部长莱特他有提到这个挑战啊，希望说能够透过双方的这个合作，让美国在科技的这个新创领域上能够站到这个最高的制高点。那所以你看到没有 ？NVIDIA 要跟美国一起去携手打造大规模的 AI 超级电脑，那你需要有很多的这个电力。对，美国能源部其实也有备手。那这些备手的，就是后面他早就有把这个方案端出来，比如说美国能源部，他也挑中了4家的这个科技的新创公司，这4家新创公司其实都是跟核能的这个反应炉新创的这个技术，新的核能反应炉有关。比如说 OKLO， 还有他的这一家公司，他是已经在做了3座的这个核燃料的这个制造厂，然后还有一家。那它也是在制造这个核能燃料的这个制造厂，这3家其实功能都差不多。那但是呢，它各有职司。那另外一家呢，这一家维拉这个公司啊，它除了生产的沃德250的这个反应炉的之外呢，它也可以延伸到其他的高温气冷式的这个核反应炉，而且它已经在实验了哦。美国能源部也宣布说，总共在美国要挑11个地方，11个项目。你现在看到画面上面。他要再准备，比如说他已经在犹他州的圣拉斐尔能源实验室哦，在那个奥尔兹维尔这个地方，他已经破土动工，
你看到画面上的这个小型的这个反应炉哦，就一个人可以在里面的这个工作去控制它，它跟我们颠覆一般那种传统大型的这个核电厂啊，那个是不一样。核电厂一般它的这个用的是低浓度的这个它的一个浓缩铀，大概浓度大概5%左右。可是像你刚刚看到那个小型的这个 SMR 的这个核主化的反应炉啊，或者是新的核能反应炉，像这一种呢，它就是用高浓度的高浓缩铀，它的浓度呢大概是等于或大于20%以上，一般都是用在商用或者是军用。尤其是军事上的这个发电或作战的时候，就会用到这样的一个设备。所以呢，你看到750度 C 以上的它的一个运转温度，不但能够发电，还可以直接用在工业制造跟这个氢气的生产，还有材料加工这些制成。所以而且人都可以在里面操作哦，它有一些适合人可以进去的这样的一个设备。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维拉公司的沃德250的，它一座100 kW 的一个反应炉。一般我们讲说核反应的这个炉，它可能会被这个不肖分子利用。对，那这种呢，你看到这样一个一个像一个恐龙蛋，像一个金属球一样。对，这种就是它里面反应炉的这个防止扩散性的一个设计。像这样的一个低浓缩度的浓缩铀呢，它采取了这样一个颗粒一个颗粒的这个核材料。它为了什么叫做防止武器化？你如果被不肖分子歹徒他抽走了1、2颗，你不足以启动它，你可能这边有几十颗甚至上百颗，你才能够启动这一整台。那你如果只是拿了2个、3个、4个，那你根本没有办法把它达到武器化。你拿了，你偷了也没用，你抢了也没有，除非你把这100多颗全部抢走，你才可以启动它。我有注意到美国陆军，他也宣布了一个雅努斯计划。对，雅努斯在罗马的这个神话故事里面，他是一个转变之神，就是说他会开启一个新的转变，有点像我们中国的这个一般的文化当中所提到的门神。但是他除了是门神之外，他也马上可以转变一种新的战略，而这个就是美国陆军强调的说，新的战略叫什么？这个雅努斯就是转变，因为你现在看到画面上他们示意图，可以用货车。一个货柜，我载的是什么？我这个就核反应炉啦。以前一个货柜载这个就是核反应炉，或者是我可以用这个713洞，这么小一个，或者是立式型的运输机，或者是海运的这个船载。以前你曾几何时，你可以想象一辆货柜车，一项连结车，它就可以把一座核电厂载走吗 ？Impossible，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可是以后的战时它就要这样，为什么要这样呢？美国陆军宣布了这个雅努斯的计划，就是要在这个9个美国国内的陆军基地里面，他要选每一个基地呢盖2座像这样的，刚刚你看到那种货车连接车的这个货柜的反应炉，它可能就需要2个，所以2座总共18座，而且全部都是由这个军方扶植的民用公司来做，有点概念，有点类似这个 NASA 扶植 SpaceX 这样的成立之后呢，它就是要用这个，比如说刚刚那个维拉公司这样。我举个例，以前应该说现在。在美军的关岛，如果战时的话，你知道它关岛的能源90%是仰赖石油，仰赖那个油，它要去发电。对，如果战时的话，你要强大的这个补给，关岛地处南太平洋，你要跟美国或是夏威夷啊形成那种强大的补给线，你太困难。但是如果你有这种 SMR 的或者是最新的这个核反应炉的话，你根本1年365天24小时，你不担心燃料，你也不需要断电。你用这样的一个方式，而且。陆军为什么要宣布这种系统？因为陆军现在有很多的无人机、反无人机，它的雷达，它很多的这个发电设备，它需要靠这些这个最新型的核能化的这个小型核反应炉。所以美国在中国还是在核能领域上不断的在较劲啊。宇轩，我们只能说，如果今天川普知道说一件事情，说，他也真的太狠了吧？你看到这个委内瑞拉又被轰炸了，被轰炸之后，其实我想说，这已经不知道是第几波了。结果你看到现在。美国共和党的这个议员直接讲非常白，你马杜罗赶快跑，你跑到中国，跑到俄国，你多好？为什么？因为现在西半球都是我们美国管的。来，你看哦，这是运毒船，对，它不是什么武装船哦，直接被炸翻了。对，直接这样把它炸下去，而且它是短短的3波空袭，在4天，我们讲3波空袭里面呢，把4艘运毒船。直接给歼灭掉，里面上头有14个人呢，直接阵亡。所以你知道哦，美国联邦的参议员哦，瑞克直接跟你讲一句话，他说：“马杜罗啊，你最好是赶快啊，给我去躲到啊中国啊，跟俄罗斯这种境外之地、法外之地，因为呢，在整个民主阵线，也就是西半球呢，我随时都可以用这样的火力去轰炸你。”所以各位，你看明白了吗？这个叫做火力展示。那给看的对象呢？展示对象叫做马杜罗，而且这不是绘声绘影哦，真的有声音出来了。路透社国际大媒体直接跟你讲一个独家说，最近美国的军方官员开始在签署跟拉丁美洲
有关的相关任务，而且要签保密协定，代表说即将要出动了嘛。川普这个人就是这样的哦，你随时可以跟他当朋友，他也可以把敌人变朋友。还记不记得那时候巴西说我要制裁他们50%的关税，哦，他就对巴西很不爽嘛，说你怎么敢动我好朋友？你动我好朋友，我跟你输赢嘛，50% get away 嘛。所以现在没有哦，见到了谁？见到了巴西的鲁拉，结果呢？一个翘考卡连最秋，一个是我们讲的笑得合不拢嘴，两个人气氛和乐融融。鲁拉还说我跟川普关系非常好，令人意外的好。而且你看哦，媒体外媒怎么形容？两人似乎一见泯恩仇，没事了，真的没事了。然后结果你知道吗？这个鲁拉刚讲完说我会帮你打毒枭，他真的打了，打得乱七八糟。哎，这个很多说直接炸翻嘞。我们刚才讲说，美国9月炸了老半天，15、17个，不好意思，巴西一波行动里面直接死64个人，其中4个还是警察，81个人被逮捕，他们是荷枪实弹的，拿了长的、短的，开始就在街头，你有没有看到？对，真的有火，不是bor火，吓死了。开始冰冰冰冰冰冰冰，因为他们出动2500名警察。他们讲，我看到这个，我跟你讲，这根本是战争吧？而且呢，跟毒枭不只是交火之外呢，还把人给逮捕，然后宣战。所以你知道吗？在里约哦，我们讲热内卢街，那以前是叫做观光胜地啊。大家有没有看过？我们讲里约很多连那种动画电影都在那边弄，我们讲用那个当场景。结果呢？结果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了，变成交火圣地啊，变成毒品圣地。荷枪实弹，他直接攻的，不是你很可怕哦，因为你想想看哦，你就住在里面嘛，然后你可能你家里在炒菜，油烟机在抽嘛，在抽风嘛，然后窗户一打开之后发现哦那边也有烟呢，砰砰砰砰砰砰砰，乒乒乓乓，哦那边也在炸了，不是，它全部都在开火，你知道吗？甚至是有这种帮派分子，为了要跟警察，还用这种汽车焚烧的方式，类似我们讲的汽车炸弹，就往警察那边送，而且呢，帮派还用无人机丢手榴弹，所以我跟各位讲，你不要以为说这只是一般的攻坚行动，这是在打仗。他就丢手榴弹，然后开始炸，然后可能自己人也炸到了，敌人也炸到，然后最后呢，因为交火区里面还有一堆伤患，可能有些平民老百姓嘛，赶快的人把他们推出去外面。但是我跟你讲，看到2500个警察，你还是会怕啦。很多黑帮分子哦，就应声跟你讲说，我就直接投降了。宇轩这画面，他真的是用无人机丢炸弹下来的，对，太可怕！哎，这根本不是清剿黑帮，这是战争吧？这巴西的内战了吧？对啊，而且那是歹徒哦，你不要以为说是只有警方有那个科技哦，是歹徒开着无人机丢手榴弹炸警察，那也有炸到自己了。来，你看哦，这是最后他们清剿到的武器，我看到我吓坏了。AR-15啦 ，HK6414啊 ，A6啦，这全部你有没有看到？长的、短的，甚至搞不好我们觉得小型火箭炮都有在里面。这就是黑帮的火力，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在巴西哦，他们的黑帮哦如此的嚣张，也难怪哦，川普需要这个鲁拉哦作为他的盟友，好好的把自己的后院给扫荡干净。国正，我们刚刚讲，川普真的是一个不按照牌理出牌人。鲁拉原本吵得跟什么一样，结果他去了之后，鲁拉真的去开战了。结果我们才知道，原来他背后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你看到这几天他在抓陈志的时候，我们一直说他可能是跟中国是有关系的，因为陈志帮中国中南海洗钱。他想说那我扣零啦，结果没有哦。我们制作单位超认真的，我们真的把这个美国的起诉书全部翻开来看，才发现哦，原来陈志真的有人造，谁造的？中国公安部跟中国的国家安全部，他真的是中共的人。现在陈志的名片还被翻出来，他们公司太子集团，你知道他公司设在哪里吗？这个名片很有趣，找到他们以前公司的员工干部的名片啊，当然这个名字被码掉了。可是你看地址的时候，你会看到朝阳门大街6号，北京市哦，北京市，重点是朝阳门大街6号甲6号嘛，我们再把它查叫京广中心，你知道它位置在哪里吗？它比央视还要靠近中国的内环，它就在央视的对面，能够在这么地段的设，而且它当年还是北京最大的摩天大楼之一哦，能够在天子脚下这么精华的地段开公司，那它当然跟中国的官方关系很好嘛。对，那再来我们再看起诉书的部分，就可以完全看到证据的。美国的起诉书把一段一段翻出来啊，就看到很有趣的故事哦。美国人竟然发现陈志竟然被中国公安部跟国家安全部一起保护哦，这两个部会在联合打击柬埔寨诈骗集团的时候，竟然通知陈志说：“你赶快绕跑，赶快闪开。”所以再怎么闪，扫都扫不到陈志的太子集团打诈的时候、打诈骗的时候，你到柬埔寨去抓人的时候抓不到，原来是公安部跟国家安全部在罩他，甚至还被翻译出找出来说：“公安部的官员竟然跟陈志的头目2号，就是陈志家的2号首脑记者沟通说，我可以帮你洗罪，但是你要保护我们公司的员工，然后但是我帮你洗罪之后，你要照顾这个公安部官员的
儿子来作为回报。哎，这是真的，你看到我们找出来这个美国的起诉书中国国安部 NPS 有没有？就在这里。好，还有什么国家安全部安 NSS， 这是缩写。是真的是他真的有人造的。他们要去扫荡的时候，竟然叫陈志闪开，而且完全回避，等于见到陈志会转弯，见到陈志的公司就不会进去抓人了。那不是陈志在造人他吗？再来是，竟然在2023年7月的时候，同谋2号就陈志他们家，竟然可以他们家的2号人物，竟然可以指挥中国执法官员跟当地警方一起合作，去敲诈别的企业。你等于能够叫中国的官员、中国的警方去替他执行事情呢？对，你没有天子脚上，没有中国太子党或者是中国的官方在罩着，所以有人就怀疑他其实根本就是中国的国企，他在经营太子集团是中国的国企，诈骗生意只是他其中一部分，真正的是他替他来扩大海外的实力，甚至在执行所谓的收购，甚至把中国的影响力投射在外面。当然，他建立了一个很庞大的洗钱帝国，所以有人说陈志的资产可能超过1000亿美金的。他们在网络就有人讲，亚洲金融的网友都把它推出来，已经超过马云、马化腾跟钟闪闪。这些人都什么抖音什么事，他们才是中国首富。其实不是，陈志的资产1000亿美金，可能是真的才是中国的首富。那还资料还被查出来哦。陈志做生意其实真的中国官方在造，这是2019年北京红十字会去访问柬埔寨的太子集团，中国官方的机构之一竟然跑到柬埔寨去参访所谓的诈骗集团，对，然后再来，我们再找更近期喽，更近期的是都是2025年的2月的时候，他竟然在北京卖房地产了。如果今天不是美国去抓他的话，他可能到现在还在北京卖房地产。今年3月份的时候有没有？从金边到北京，太子地产集团全球战略布局第3站正式启幕。对，开启了办公室，还在卖起了房地产，而且上到网络。你知道，中国检查是非常严格的，它有严格的网络审查。你要做生意，其实中国官方还会审。尤其是我们知道这1-2年打房地产打这么凶，他竟然还在卖房地产，而且他还不是在北京卖房地产哦。我们在上海也看到他已经开展示中心，所以在上海也是能够通行无阻。再来在成都也是开展厅，等于他在中国各地各个精华地带都能够做生意，都有人罩着。这个标题我看到我快笑死了。他形容陈志是什么？中国的手指，以全球的视野重建金融中心新蓝图，全球视野重建，那大家要发财。看到一个这个影片的时候，你会知道，真的跟着陈志就可以发财。这是中国驻柬埔寨大使汪文斌，你看这个影片就会看到你刚才讲那个弹幕也太好笑了吧？弹幕大家发财啊！明明是中国重要外交官员旅行的，竟然弹幕会讲，大家发财，到底在讲什么？真排场啊，新年好，恭喜发财啊！爱国跟爱政府是不同的吧？来看到下面难以置信和理解了，一起来共襄盛举，难道一起去柬埔寨做诈骗吗？合作愉快，欢迎你来，恭喜发财，可以多来逛逛，促进2国多往来。这样等于什么？全部人其实都知道的，都知道，而且知道他去干嘛嘛，就让人家在看到说，真的是他真的是中国官员在造吗？好，再往下看的时候，你就知道陈志有多有钱，陈志到底有多少资产？不只是柬埔寨有资产了，当然美国现在查了他12万枚的比特币140亿美金嘛，可是英国一查发现陈志竟然还有19栋的房地产，超过1亿英镑，超有钱。好，再来是新加坡也查一查，发现他有2亿美金的2.8亿，还不是2亿哦，2.8亿的对冲基金的账户哦。再来香港更夸张，它至少有30亿港元的甲级山下，还3栋半的大楼，还有山顶有13栋的别墅，还有一大堆控股公司。再来泰国跟英国、韩国发现它竟然有900亿韩元的存款，当然韩元比较小了，所以整个全世界一查才发现。大家在传说他有1000亿美元资产，还不是假的。可是同样大家都想做一件事情是什么？学川普啊！川普等于是在今年的 APEC 开会之前送了大家一个大礼，是什么？所以今天川普把这张图列了出来之后，你哪些国家有陈志的踪迹在？这些国家还真的说我查一查，我真的扣到之后我就收走了。对，英国都不含糊嘛，这些国家什么英国不含糊啊，我马上查封嘛，是张。几亿英镑的19栋豪宅把它封了，新加坡马上还封了，等于全世界，你看它就变成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在 APEC 峰会的话，可能变成20打1，总共有21个国家打，结果这19个国家每个人都去查封陈志的资产，每个人都在这一场大会前发了一笔小财，变成是一场在 APEC 前的一个大礼物。廷伟，我们刚刚看到那个美国的起诉说，太吓人了吧！
我们想说之前没有看过那么细，看不细之后才发现，陈志真的是有人造，国安部、公安部，他完全不会怕，难怪赚这么多。你看是一个这个小小的渔村长大了，你知道他出生在哪里吗？就是福建的连江县的马祖对面的一个小渔村那个地方。真的假的？结果竟然后来也涉及到诈骗，他跑到那个东南亚去之后，后来他在柬埔寨啊，为什么慢慢的这个起来之后呢，跟那个习米华后来在一起，我怀疑啊，都是这个柬埔寨的前总理洪森他们在牵线在做的那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大家都在查，各国都在查这个陈志的这个资金嘛。结果后来呢，瑞典发现到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我觉得这个事情跟美国也在查古巴是有关系的。各位知道川普总统上台之后，他在1.0的时候，其实就是翻转这个当时奥巴马跟古巴的政策。当时美国跟古巴关系正常化嘛，重新再设立这个所谓的驻古巴的大使馆。但是川普一起来之后，全部翻盘，而且继续对古巴进行制裁。你知道到现在为止来讲的话，我怀疑他除了去搞那个委内瑞拉那些事情之外，他其实也在查古巴，因为对古巴来讲的话，开玩笑，古巴最有名的是什么东西？雪茄，就是雪茄嘛。好，那雪茄来讲的话，不是被制裁了吗？对。现在美国这个古巴雪茄来讲的话，要么是偷渡，要么走私进去了。大部分的古巴的这个雪茄都是卖往欧洲嘛。那美国来讲，他买的中南美洲的雪茄都是非古巴的，比如说洪都拉斯啊、多米尼加等等这些国家的雪茄。但是问题是，一个国营事业 Habanas 这一家的这个做雪茄的这个古巴这个国家有控股的这个公司竟然可以现在呢在中国大陆赚30%的资金以上。那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今天陈志呢，他运用了一些公司，什么公司呢？他跟洗米华合作，对，然后后来呢，就成立公司之后，去收购西班牙的一家公司，然后后来呢，他们又去什么让。在英国来讲的话，取得代理权之后，再到香港，由香港，这当然中间非常复杂，因为它这一转来转去，以香港最后作为基地之后，再去收购这个古巴这一家国营企业的雪茄公司的1半股权，然后接下来就开始从2023年的时候，把这样的雪茄呢大量的进口到中国去卖，对，然后呢也赚了非常多钱。那请问这算不算有点半洗钱的概念？成天到晚谁没事在那边一直抽雪茄，对不对？雪茄是一个比较有钱人或是高贵的象征，对不对？点着雪茄，然后呢，这个喝一杯红酒，对不对？这是一个高贵象征的一个意义啊。整个中国大陆来讲的话，哪来那么多有钱人？我都怀疑这等于是什么？等于运用雪茄把资金呢流到了古巴去，然后资助古巴的这个政权继续什么？因为回到这家国营事业公司，不就是古巴政府可以收钱吗？是说等于是雪茄可以拿来洗钱之外，对，还可以帮忙古巴，帮忙古巴政府，那就是你陈志帮中国共产党干的。是啊，那不就是变成什么？这背后来讲的话，川普的眼中钉吗？那川普当然要处理你啊，对不对？所以这当中来讲的话。难怪人家会怀疑背后有公安部跟国安部的什么资助嘛？对，因为什么？这符合中国国家利益嘛？你把古巴弄起来之后，不就变成在美国的后院在那边骚扰美国吗？所以如果让古巴政权继续下去来讲的话，就是川普的眼中钉。所以川普为什么要拔掉？当然，第一个也查到了这个资金流向，也查到了雪茄的资金流向的时候，把它一股端掉，未来古巴可能就没有什么能力跟美国来叫价了。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